原神 7.0 开启至东篇章，至东可能是原神最复杂的国家，而俄国文学早在20世纪就为写复杂剧情提供了非常好用的工具。这个人叫米哈伊尔·巴赫金，俄国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理论家之一。他的复调理论对业界影响深远，很多当代优秀的电影、动漫和电子游戏都在巴赫金的思想下呈现了极为精彩的叙事。那至东作为一个带有俄国文化元素的国家，如果用巴赫金的理论来看，算不算写得好呢？以及为什么说原神剧情最大的优点其实是克制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蒙达里安，今天我们来聊至东以及复调理论。复调理论的内容有很多，我们先讲最核心的部分。你可以简单理解为作品中有多个独立的声音在平等的交流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看至东的剧情，你就能理解这句话，理解为什么它如此重要。7.0 的两幕剧情可以说错综复杂，当然不只是故事情节本身的复杂，第二幕的暴雪剧院悬疑案确实跌宕起伏，非常刺激。但更重要的是人物立场的复杂。于仁重用政治手段延长严冬计划，导致普通民众艰难求生，那于仁重是错的吗？但严冬计划是为了实现更高的理想，所以于仁重又是对的吗？那暗中搞破坏的呼啸社，甚至是来来可这种暴力拉票的，他们是错的吗？但他们是为了普通民众的利益，所以他们又是对的吗？包括女皇驱逐了无辜的妖精，那女皇是错的吗？但驱逐妖精又结束了战争，所以女皇又是对的吗？你会发现至东很多东西很难定义对错。旅行者一个大英雄站在至东的街头，拔剑四顾心茫然，谁是反派？谁是坏人？我要干谁？最后出来个若纳瓦，好家伙，你是反派是吧？干你！但你依然不好说若纳瓦是错的，因为他也只是在维护天理的规则，而天理的规则是限制提瓦特还是保护提瓦特还两说。所以总结来讲，至东的剧情展现了众多不同的派系和立场。整个 7.0 旅行者接触了从平民到当权者，从凡人到神明，不同的立场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达，没有哪一方是绝对的主导，也没有谁是绝对的正确或者错误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至东的剧情带有复调叙事的特征。巴赫金借用了音乐中复调的多声部概念，用来指代叙事中存在多种独立的意识和声音。古典的独白式叙事作品会倾向于给一个明确的价值判断，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谁是正派，谁是反派。但在复调叙事中，各种冲突对立的人物和思想拥有平等的表达空间，他们不会被简单的归类为正确或者错误。哪怕是楚古诺夫这样的角色，整个 7.0 里最接近坏人的人，为了私利霸占能源，因为私心撒谎害死了几个人，但他依然获得了表达机会，我们得以知晓他的故事，理解他的行为逻辑。其实至东的剧情可以说是整个提瓦特的缩影，你把至东放在整个提瓦特来看，也是一种复调。一开始于仁重更像故事中的反派，但随着七国故事的展开，我们逐渐发现天理的真相，逐渐理解于仁重和女皇的目的。那究竟是顺从天理，还是不惜代价反抗天理，你很难评价对错。当故事中不同立场的角色拥有足够的发声机会去平等的表达，而不是作者拿着单一价值观在对你说教，这种就叫复调叙事。有观众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你这讲的一套一套的，但听起来好像也没多大新意啊，很多故事不都是这样写的，这也能拿出来吹？其实没有这么简单，复调叙事中存在着一些难点，属于分分钟会写崩的那一种，只有处理好了这些难点，才能写一个成功的复调叙事。第一个难点在于不同人物和立场是否真的得到平等的对话机会。有一些作品虽然反派得到了表达的机会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复杂的反派，但这种表达是不平等的，整个故事依然会暗示你他们是错误的，本质上他们还是被打成了反派，他们会被击败，他们的观点会被驳倒。而在至东的剧情里，严冬计划终止了，呼啸社来来可的活动也暂停了，但有哪一方的价值诉求被驳倒了吗？并没有。如果女皇最后反抗天理失败，你会说女皇是错的吗？重点不是谁成功谁失败了，而是你有没有得到一个平等的表达机会。其实不止至东，我们举一个更典型的例子，枫丹的雷内。雷内的天才计划之所以破产，是因为福卡洛斯这个更大的天才成功了。雷内的计划已经不现实了，但雷内的思想，他的价值判断从来没有被驳倒过。不管是故事里的角色，还是屏幕面前的观众，都很难真正去评价雷内的对错，这才是复调叙事所追求的平等表达。复调叙事的第二个难点在于角色之间的碰撞和冲突。当一个故事呈现了多种不同的声音，很容易滑向虚无主义，很容易走向各打50大板的调和主义，也就是和稀泥。但复调叙事讲究的是不调和，你不能只是把各种不同的声音摆出来，随便说两句展示展示就算了，你必须让角色发出强有力的灵魂拷问，让矛盾爆发，在充分的对话和冲突中，让你理解各方的困境。我觉得于仁重中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其实是博士。博士的实验失败了，那是因为斗法斗不过这颗卷心菜。
当博士对着主角，对着屏幕面前所有人发出了灵魂拷问，多少人看完剧情大呼被博士说服。你可以不被说服，你可以不认可他，但你无法否认他的观点对你造成的冲击，让你意识到自己所走道路的局限性。当不同的立场都能发出强有力的声音，才能体现复调叙事的真正价值。但其实以上所有这些都还不是复调理论里最难的东西，最难的是一个讲起来非常简单，但执行起来极其困难的东西，那就是作者的放权。想要让故事里不同立场和声音有平等的表达机会，作者就必须放权，让角色按照自身逻辑行动，而不是让角色成为作者观点的代言人。为什么说这个事情难呢？因为表达欲是创作者的天性，你总是忍不住想要告诉观众你觉得什么才是对的，但表达的欲望不等于表达的才华。当你试图将角色和故事当成自己向观众灌输价值观的工具，故事就会被毁掉。克制是创作者最宝贵的品质。法国作家福楼拜著名的作者上帝论，作者是作品的上帝，无处不在，但必须无从可见。你要克制自己在故事中过度表达的欲望，让故事自己去表达。我觉得原神的剧情是极为克制的剧情，你很少见原神在剧情里对是非对错下定论。我之前讲过，原神的故事不像是一个故事，更像是一个舞台。作者搭建了一个舞台，设计了一些角色，当角色登上舞台，角色和故事会自己生长。复调理论里极其强调一个概念，未完成性，或者说不可定义性。不要轻易的用一个答案去定义舞台上的角色，他们不是好人，也不是坏人，他们是复杂而真实的人，他们在原神搭建的这片舞台上平等的展示自己。但这可能也是原神剧情容易起争议的原因，因为当观众得不到明确的答案，或者说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时，就会不满意。最典型的就是伞兵，我在此前的视频简单讲过我对伞兵的看法。如果你有机会站到伞兵的面前，你对着他说，我觉得你没有错，你冰清玉洁，你无可指摘，你信不信他一巴掌呼你脸上？你喜欢他也好，你不喜欢他也罢，但当你试图用自己的价值判断去彻底定义他，对角色来讲是一种侮辱。复调理论强调未完成性，角色会成长，角色会改变，角色直到终点的那一刻依然不被定义。俄国文学中有个非常经典的形象叫圣愚，也就是把圣徒和疯子两个概念结合到一起，指那些通过疯狂的违背常识的行为去揭示更深层真理的人。他们放弃世俗的理性，为的是看见被世俗隐藏的真相。俄国因为自然环境恶劣，国家历史坎坷，所以俄国的文化中带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救世理想。我有理由怀疑于人众这个名字借鉴了圣愚的概念。至东这个国家确实很有圣愚的精神，同样是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用一种疯狂的行为去践行救世，而圣愚就是一种很难被定义好坏的角色。在旁人看来，他们疯狂、极端，甚至不择手段，但他们揭露真相，他们反抗不合理的规则。至东用俄国文学经典的复调理论来写俄国文学经典的圣愚叙事，可谓十分巧妙。7.0作为至东篇章的开幕，就端上来这么一场复调大戏，可见接下来的剧情会有多复杂。我有理由相信，哪怕到了至东的结局，甚至是整个提瓦特篇章的结局，你依然不会被告知天理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，因为这就是原神的哲学。希望你不要觉得说这是烂尾，或者说是在糊弄你，因为复调理论告诉我们，真正重要的是放弃对单一答案的诘问，放下对世俗常理的执着，让我们一起变成圣愚，享受即将登场的精彩大戏。